最近 PC 掌机在国内可是热了一大圈，海淘的 Steam Deck 也陆续发回来到国内了，相信大家也看到不少的视频啦。我的那台18000买的 Steam Deck 被我折腾成了尸体之后，竟然被维修司起死回生了，想不到做个开箱还能有续集哦。隔壁维修司也没有看英文资料，一通分析之后，一坨稀干上去修好了。最终他还还原了一下事故现场，原来是一个超级小的芯片被铲飞了。这个芯片小到我都没有办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个一样大的参照物。然而除了 Steam Deck， 剩下能打的 PC 掌机都在国内，而且由于国内竞争过于激烈，这些掌机卷出各种花样。不过在这之前 PC 掌机我一直都不是特别看好的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是不是对掌机有什么误解啊？像 Steam Deck 这种掌机，我既不能躺着玩，也不能塞进口袋啊。还有就是价格，三家卖的好一点的全都是6000起步，这也太看得起我们掌机玩家了。然而今天这台 Aya Neo Air 号称要做一台真正的掌机，要做首款超轻薄 Windows 掌机，所以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一直很想看看这台机器到底如何。以往咱们看新品首发都得看外媒，这次就不一样了。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阿雅刚好也在深圳，于是我就去抢来了全宇宙的第一台样机。前段时间我还看到阿雅发了一个 Air Plus， 原价到了1888，而且这个配置也不差，这个什么 的处理器，这估计就是 Steam Deck 定制的梵高芯片的公版。Steam 还说4000块以下都是在亏本卖，国产机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控制成本。不过目前还在 PPT 阶段哦，这些消息咱也不能说确定，咱就看到底能不能做出来。咱们直接进行一个箱的开。哇哦，真玩家才懂玩家。看一下哦，跟 Next 一样是给了个转换头，还有一个电源适配器。哇，好可爱的粉色哎，是那种很淡的、很淡雅的粉色。这个是上一代的 Aya Neo Nest， 这样对比起来也太重了一点吧。我感觉这台 Air 还没有这个 Switch Lite 大，好像就确实是大了那么一点点。这个重量啊，官方说是比 Switch OLED 还要轻的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握持确实很舒服。现在 Aya 的机器背面都是带一点点弧度的，如果它的背面是完全直的话，手握上去就会有点空空的。那我们就直接点亮开机。哇哦！这台是全宇宙第一台粉色的 Aya Neo Air。我去找尾巴大叔拿机器的时候，他还特地的叮嘱我好好收好，真的没有第二台了，台面哦。目前这个机器呢，它还是个工程机，就比如说这个摇杆这里，正式版的话，这个摇杆应该也是粉色的，但是我这台目前还是黑色的，所以说就特意给我装了一个摇杆帽，不然大家就要说货不对版了哈。我去的时候还看到那个白色的 Air 也很好看，过几天看看有没有机会给大家整回来拍一下。现在的 PC 掌机大部分的设计都是偏向硬核的黑橙配色，或者说像是 Steam Deck 这种纯黑配色。我就是嫌 Steam Deck 太丑了，所以才去给它喷了个黄底。我觉得吧，好看的游戏机那肯定是自带吸引力的，对吧？你看老人多会啊！你看看那几台 Switch Lite 看上去就很好玩嘛。我拿着这么好看的游戏机去坐电梯，小孩都馋哭了，好吧？这就是那台白色的。这个白色的话，应该会更多人喜欢嘛。它在 ABXY 和十字键这里都有一些重点色来修饰。上面的这俩撞色扳机我也觉得挺好看的。大家更喜欢哪个外观呢？我觉得一台掌机嘛，起码要是能躺着玩的吧，起码它能插进口袋吧。这一代 Air 最舒服的就是它可以直接塞进口袋，真不知道是什么异次元口袋才能装下 Steam Deck 这种机器。现在我的工作室就在我家马路对面，我测 Steam Deck 的那段时间，晚上都是背着包来回的。最近晚上回家呢，这台 Air 就直接往裤兜里面一插，回去再掏出来躺在床上玩几把音游再睡觉，真的是太方便了。上一代阿雅的霍尔摇杆因为角度够大，用起来确实很舒服。这一代呢，据说是用了小尺寸的霍尔摇杆，实际测试下来，在各个方向还有半推的精度都不错。不过和大摇杆比起来，角度还是小了很多，操控起来肯定还是差那么一点的。按键和摇杆的手感和 Switch 比较像，不过阿雅的按键都调的比较硬，按键的键程也要比 Switch 的高。这个按键确实就有点难为我的手了，力度大加上键程高，我激烈的打一把音游，我的手都要断了。我个人呢就更喜欢像 Switch Lite 那种软轻轻的触感。上一代的线性扳机就做得很不错，而且之前那个扳机真的超级大，已经和手柄的扳机差不多大了。缩小之后这个手感软了一些，测试线性也发挥稳定。线性扳机这一块可以说不比很多200-300块钱的手柄差了。
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，我一开始都没有发现，这2个地方啊，它居然是2个按键。它默认的功能是按出这个键盘，然后我发现在这个设置里面呢，是可以改它的这个键位的。哦，它这个长按还不一样，你看到这长按它是可以切到这个任务管理器，所以说我就可以改别的键，什么截图啊、任务视图啊、关闭程序啊、打开 Steam， 长按、短按都可以各设置1个的话，那这2个键就相当于有4个键。这块机器配的是一块1080的 OLED 屏幕，目前还没有 PC 掌机厂商上 OLED， 这个显示效果就要比其他 LCD 的掌机好太多了。看之前7199的 Next， 这个对比度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。而且就我简单的了解啊，现在市面上其实能给掌机的 OLED 屏幕不怎么多，市面上主要都是那些供应给手机的18:9的挖孔屏，所以可能我们只能在这个尺寸上见到 OLED 掌机了。现在的这些 PC 掌机跑1080p 的3A 大作还是比较吃力的，所以说各厂都是降低分辨率，能给机器少不少的压力。Aya选这块1080 OLED 也能看得出来，这台机器的定位很明显和之前是不一样的，或者说是一种取舍。性能更强的 Aya Next 和 Steam Deck 都是720p 的屏幕 ，Air 的定位就不是偏向3A 大作，它更合适来玩一些不那么吃性能的独立游戏。现在的游戏开发成本都越来越高，很多游戏都登上 PC 再卖一波，所以 Win 掌机现在的游戏库非常豪华，1个月前连初音都登陆 PC 了，这在几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呀！想当年我大学的时候，就是为了体验次世代初音才买的 PS4，现在竟然能在掌机上面玩到，这不就是我当年在 PSP 上玩初音的感觉？现在拿着 Air 玩初音，就像我第一次在 PSV 上玩到次世代的初音，高清的画质，次世代的感觉，真的要泪目了。这个 Steam 版里面还有一个选项可以切换 Switch 和 PS4 画质，给大家对比一下哦。怪不得我在 Switch 上买的初音就从来没有怎么玩过，原来这个差距有这么大呀！当然，轻薄机身肯定是有取舍的。Air 轻薄的代价主要就是性能和续航。拉满功耗15瓦的续航仅为1个小时多一点，以较常用的12瓦来测试的话，仅能跑76分钟。Air Pro 体积大一些，性能和续航也会好一些。基本上3A 大作都要降低分辨率到720p 才能足够流畅，这也是现在性能掌机的主流分辨率。TDP 12瓦 720p 的老头环，高画质23帧，低画质32帧，高情商 PS4 水平。低频线极低画质60拉满，很流畅，不过画质有点太低了。如果调到中画质的话，能跑到50帧。原神低画质60帧没有问题 ，Air Pro 整体性能会更强一些，中画质也能跑到60帧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些游戏还是有点太难为小掌机了。如果玩一些不是那么吃性能的独立游戏的话，续航也会好很多。像是死亡细胞啊、行动小组啊这些2D 游戏，5瓦也能玩，续航能到2个半小时。如果调到8瓦，基本上就能流畅玩大部分的独立游戏了。Air Pro 5瓦也能达到差不多的水平。还有像《怪物猎人崛起》这种 Switch 搬来的游戏，12瓦高画质55帧，联机游玩也是没有问题的。Aya 掌机还有一个相比其他 Win 掌机的核心优势，就是 Aya Space。虽说和 SteamOS 那种系统级别的定制肯定是没法比的 ，Aya Space 相当于一个 Windows 的辅助软件，核心菜单按一下就会呼出，最重要的调节功率和风扇转速都在这里面。Space 里面还有详细的设置，包括调震动啊、反向 ABXY 啊、设置快捷操作等等等等。而且我最没想到的是，一台掌机它标配有更改硬件设置的软件是基础，对吧？但是就这一个基础的功能呢，现在国产 PC 里面却只有Aya做出来了，其他厂商得加油了哦。我这里还搞到了一个Aya他们在内测的软件啊，目前大家还下不到这个软件哦。打开这个 app 呢，就可以在这里遥控调节这个功耗。更神奇的是，你还可以用手机模拟键数。这种掌机没有键盘，你可能打字不方便嘛，所以说就可以在手机上面打字，然后发过去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总的来说 ，Air 算是一款优缺点很明显的游戏掌机，在 PC 轻薄掌机里，目前就没有别的选项。同时，它也得在散热续航上做出妥协。我这台满配粉色 Air 售价是4199，相同处理器最该的版本有3399，3、4千块钱也不便宜了。但是要是比现在在售的 PC 掌机们，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腰斩了。看看上次咱们开箱的那台 Aya Next， 可是要7199，这是要卷死自己的节奏。大家可以想一下哦，你的第一台掌机，你会考虑买Win 掌机吗？我的个人建议是呢，如果你没有硬件知识，或者说对 PC 掌机没有什么概念，不建议上来就冲 Windows 掌机。目前来说，还有很多设置和操作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。PC 掌机最大的优势就是你能把 PC 上的游戏库抱在手上。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，有些之前想玩的丢进愿望单里面的游戏，突然有个什么打折，然后就根本忍不住，睡了一觉，第二天去上学去干活了，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所以最后 Steam 就多了很多买了但是没有时间玩的游戏。
而且对于我个人来说啊，我还是更喜欢有自定义空间的设备，我可能宁愿牺牲一下它的续航，也要用60帧来玩。现在也不像以前上学的时候，买个新游戏在家里面等几天，到手打几天通关了，之后就找一个什么猎人、什么屠夫的回收一下。现在更多的时间是一些碎片的游戏时间，拿掌机出来凑把 roguelite 或者是音游，再或者是我自己的电脑串个流，躺在床上闲鱼。所以比起以前的那些掌机，我个人还是更喜欢这个小东西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